好了，我们今天从室外搬到了室内，拖更了这么久，除了在准备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个拍摄环境之外，还因为我们在准备一些真正干货的内容，怎样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攀登之前更好的未雨绸缪，更科学、更安全的去接触攀登这项运动，去展开自己的高海拔攀登活动。话不多说，垂直报告第一期现在开始。我们之所以要开始做这样的一档视频栏目，是因为自己登山这么多年，这2年也有朋友从一些攀登事故中离开了我们，让我们不得不更多的去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者是究竟是我们自己缺少什么样的能力，导致了我们不能从这样的攀登中全身而退。毕竟只有你知道自己缺少了什么，你才能去做一些针对性的提高和改正，才能让自己不断的变得更强。那么对于攀登来说，究竟什么能力最重要呢？攀登技术、装备、体能，还是我们的攀登经验？似乎每一项看起来都很重要，都不可或缺。攀登能力足够强，你才能在线路上攀登一些比较难的岩石或者是冰壁。攀登技术运用的合理，你才能更高效、更安全的攀登。装备足够精良，才能让你更少的负重。体能足够充沛，才能让你在极限的环境中持续的输出。经验丰富可能是最模棱两可的一个条件。经验是指什么呢？经验是指经过攀登实践的累积，在你身上总结而出的，或者是从别人身上学到的所有关于攀登的技术运用、风险判断、计划和准备等等能力的总和。那么说到底，什么才最重要呢？现在看来似乎每个都很重要。那这不是废话吗？那这不是废话吗？好了，那我们现在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些条件，我们从获得这些能力的难易程度来做一个分析。首先，我会把攀登装备和体能放在最下一个层级，因为攀登装备，你只要你花钱，从任何地方你都可以买到你的装备。没钱，体能你通过长时间的一个系统的训练，你可以很快速的提高自己的体能。那么第二层就是攀登能力和攀登技术。攀登能力的提高，你也需要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特别是攀岩或者是攀冰，你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系统的训练才能提高一个能力。那么对于攀登技术来说，你可能需要去找到一些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的一些培训课程进行学习，或者是去自学一些权威机构发布的教学视频或者是书籍进行自学。通过几次的练习或者是长时间的练习，你可以很快速的判断自己究竟有没有掌握这项技术。下一个就是我觉得最重要也是最难以获得的一项能力，就是经验。我把它放在了一个三角形的最顶端。经验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百度百科的解释。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经验就是一个随着你攀登实践的累积而不断累积的过程。你永远无法判断你什么时候获得了足够多的经验，你无法像攀岩一样做一个量化。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我现在是1.3的水平，1.2的水平。那么经验来说，你不知道你有多少经验，你不知道你的经验能应付多少的山峰，但是随着你攀登时间的累积，你攀登经验的累积，你大概可以给出一个自己的一个明确的答复。原来这样的山是在我的一个攀登舒适区的，我的经验能够应付一个这样的山。但是当你每拔高自己的极限的时候，那么你可能需要更多的经验来支持。所以说我觉得往往风险可能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书中能够告诉我们怎样进行解组，怎样进行保护，但是他们没办法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解组的时候，我们应该走哪一样的路。比如说我在攀登一个1000米的路线的时候，当我爬到5000米这块岩石这个位置的时候，我是应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没有任何一本书籍，没有任何一个老师会告诉你，你在碰到这样的岩石的时候，你一定要这样做或者一定要那样做。没有任何人会告诉你这个都需要你的经验判断，看你上面的路线情况，你的体能，你的攀登能力能不能应付这样的路线，你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那么这所有的这些判断都基于你过往的一些攀登经验总结而出的。我能爬这样的路线，我能应付这样的难度，我知道往这边走我会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攀登区域，而往这边走我可能爬到无路可走。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是经验。那么说了很多，可能大家觉得脑袋都是糊的，但是当你去攀登的时候，你会知道原来我识别这些风险能力，我做判断的能力，也许就是我所有的这些经验集合而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有我们现在看的书籍，我们学习的所有的课程，
其实都是从过往的所有的攀登者的经历中，慢慢的理论化，最后集合成的一本书。是的，经验最重要。那么从我自己出发，在24岁之前，我还没有开始登山。24岁一开始登山就遇到了很好的老师John，他愿意带我实际的去尝试非常多的攀登。从这些攀登中，我从他身上学习并积累到了非常多的攀登技术和经验，使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个很快速的成长。但是对于国内的大多数攀登者来说，可能很难找到一个老师能够这样言传身教，并不断的带你去做一些实际的攀登。但是对于攀登经验的积累来说，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快速也是最高效的一个获得途径，就是让一个师傅或者是老师实际带你去攀登。我相信在国内很多向往技术攀登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找到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去学习这样的经验和技术，很多可能只能靠自学。那么我们在国内没有这样好的条件，我们应该怎样更高效更快速的去积累攀登经验呢？是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就是要学习历史，学习攀登史。什么是攀登史？攀登史就是过去所有的攀登者用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攀登经验总结而成的一本历史书。对的，我们就应该学习历史。登山历史便是那些无数次的成功和失败的攀登经验的集合，以及一些攀登技术和装备的一些革新，都其实包括在这些登山历史之中。究竟应该从这些报告中去学习什么呢？看成功的攀登报告，去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就好像一个捷径，帮助我们可以去做参考和标杆。看失败的一些攀登报告，从他们那边学习失败的经验，帮助我们去规避风险。特别是对于一些刚接触攀登的攀登者，但我们还没有足够多的经验去判断哪些技术是正确还是错误时，心中有太多的疑问，我们大可以先去模仿那些成功的攀登者的成长轨迹，从成功的攀登经验中去学习，从失败的事故报告中去学习。事故应该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途径，让我们去规避风险。这就是我们垂直报告这个栏目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们将在这些书中和全网去搜索并归纳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登山报告和事故报告，通过视频的方式做一些解读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一些作用，能触发大家进行一些思考，打开脑洞，解放思想。我们已经听到了有太多的攀登大牛在一些攀登中离开了我们，他们有很强的攀登能力，装备有顶级的户外品牌提供支持，无论攀登技术和经验都非常丰富。我们都知道高海拔攀登，特别是阿斯攀登是一项风险非常高的运动，除了环境带来的风险，攀登者自身的能力、技术、经验判断、心理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一位小白攀登者想要成为一位能力出众、经验丰富的攀登者，一定是一个不断的去突破自己极限并控制自己极限的过程。但每一次这个极限的红线应该推离自己多远，才能让自己不至于失控，确实是一个很难量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却是一位攀登者在成长过程中最容易触发事故的地方。而在这些不断的推离自己舒适区的攀登中存活下来，必然会对之后的攀登带来宝贵的经验，支持自己将下一次的极限推离的比自己上一次更远。那么问题来了，你上一次的攀登存活下来，是因为你没有遇到问题，或者遇到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还是因为很多侥幸，这些本来该发生的风险没有发生？如果发生了，自己可能很难解决。每个人在攀登结束之后的自省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经常说攀登者应该在每一次的攀登结束之后做一次真正的自我反省，真正的去认识自己，去找到那些自己所暴露的问题。下一次的攀登不要忙着再次突破自己的极限，而是去攀登一个能够控制的山峰，不断的去训练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更加保守的去突破自己的极限。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我个人的意见，也许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适用于每一个人，也许你心里的问题在看了我们的栏目之后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栏目能够触发更多的攀登者去思考，有时候思考的意义可能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期的垂直报告，下一次我们将带来最新的报告分析，下次见。